嗨，我是阿宪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首先呢，先恭喜中华队在 WBC 棒球逆转赢了意大利，取得第一胜。上一集在塔林的天籁，如果还没看的，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栏观看哦。随着爱沙尼亚的旅途进入尾声之后，紧接着前往的国度就是超模的产地拉脱维亚。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前往拉脱维亚的里加吧。塔林到里加的交通方式有非常多种，飞机、火车和跨国巴士。我们选择了最经济实惠的跨国巴士。那我现在人在塔林的塔林巴士站。塔林到里加的车途约莫4个小时，车窗外的风景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就像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一样。刚开始是还蛮兴奋的，但是过了30分钟后就有点麻痹了。中间会有一处休息站让你起身上厕所。车上的娱乐设施虽然不多，但是有提供免费的 WiFi， 对我来说已经相当足够。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折腾之后，总算来到了有北方巴黎之称的里加。世界上的名模大多来自于此，今天特地来帮大家验证一下这个都市传说。其实我的记忆已经开始慢慢模糊，但是在整理素材的同时，突然想到刚到里加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刚到饭店地址的时候，这间饭店的柜台是在街上1公里远外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马上入住。刚好碰到一对好心的当地夫妇，马上帮忙打电话去训斥对方一顿，旅馆的柜台才急急忙忙的派人领着我们走过去1公里外的地方办理入住手续。真的是非常感谢这对当地的夫妇。我们住的地方离里加的老城区约莫2-3公里远，所以街景上不是非常的繁华，但我还蛮喜欢这种悠闲的感觉的。拉脱维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女人大于男人的国家，大概有56%都是女人。那街上行走的小姐姐们身材比例大多是1:9，也刚好帮大家验证了这个都市传说。由于里加的纬度也算蛮北的，所以日落时间与塔林、赫尔辛基差不多。6、7月的日落时间约莫落在晚上的10点多。放完行李后，迫不及待地前往第一个景点——自由纪念碑。路面电车进入老城区前的这个公园，可以看到民众十分享受这种清闲。比起时尚都会区巴黎，反而我更喜欢这种没有压迫感的轻松氛围。一切就是这么的chill。哇哦！世界上大多数热恋中的男女对于爱情的定义都十分的一致，认为在恋爱中彼此就是属于对方的，所以这种爱情索桥在欧洲很多地方都看得到。朋友建议我的影片应该多放一些背景声，像这段影片一样，这样比较会有临场感。其实我也很想啊，但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边录边讲一些干话，怕破坏了整体的观影体验，所以我都把背景音乐消音了。在未来的录制上，我会更加留意的。跟着小姐姐走好了。这里要讲一个只有台湾人才听得懂干话了。欧洲很多警察3不5时就在巡逻，有兴趣的观众请 Google 一下粉鸟，你就能知道什么意思了。是一整天都在老城区这边，先带你来初步认识一下老城区。影片都看到这了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下右下角的订阅哦。
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是单身的男性朋友的话，接下来的片段你可以参考一下哦。的一个婚戒，拉脱维亚是全世界男女失衡比例最高的地方。跟台湾大陆有点不太一样的是，这边的女性远远高于男性8%，大概有56%左右的人口是女性。所以呢，为了让避免被骚扰，我同事做了一个这个戒指让我戴着，不然每天会有圣灵来跟你那个。你也知道嘛，我们是乳蛇来到这里也是怕被狗狗啃的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派上用场了。如果你来这里的时候，别忘了在无名指这里戴个婚戒哦。对，是这样子。有123米，非常高。你看路上的行人，带大家绕一圈看看，这个美景真的是 good 的啊。接着我来到了圣彼得教堂，全世界有蛮多地方都叫圣彼得。上去上面的观景台，2019年的时候是9欧，现在应该涨价了吧？整个里加的老城区都尽收眼底，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。因为在巴黎，你就算花了钱，也未必有电梯可以搭啊。凯旋门啊，圣母院啊，大概是要让游客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吧。在看了眼前这片景致后，里加素有北方巴黎之称，到底是名正言顺呢，还是名过其实？欢迎在底下留下你的看法哦。这挑高大概5、6楼高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整个教堂内肃穆庄严，我也不敢太给笑，讲太多的干话。逛完圣彼得教堂后，我一路的来到了黑头宫，与一些当地知名的景点参观。欧洲有很多的国家都有这种 walking tour。如果你是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国度，或者需要有人帮你导览，请不要害怕，大胆的加入他们，搞不好可以认识新朋友哦。主座教堂到了，里加主座教堂，这个也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物哦。当然不免俗的，还是要请同事帮我按下几张快门，帮我记录一下此时此刻此景。逛完了里加老城区，我们去了外围的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，只要搭乘路面电车就能轻松抵达。虽然比不上首尔目前很夯的星空图书馆，但以一个人口200万的国家，这种程度的图书馆已经堪称气派了。偷偷的躲在角落当角落生物，让手机帮我缩时摄影一下，
见证一下李家之美吧。隔天，我搭乘公车前往龙戴尔宫，车程约2个小时。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，这座宫殿是俄国女皇盖给她的男人的哦，跟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建筑恰恰相反。走吧，跟着我的脚步去看小姐姐吧。好，已经有一堆人在里面了。这个门口弄得还可以啊，马马虎虎。garden 啊，还不错。哦，小姐姐开车过来了。虽然整个宫殿没有法国的凡尔赛宫如此金碧辉煌，但对平民百姓的我来说，已经相当气派恢宏了。旅途末还跟19岁的小姐姐拍了一张合照，真的超级高啊！除了外面偌大的花园外，我们当然要来欣赏一下俄国女皇盖给她的青山至交的宫殿喽。啊，忘了放上与19岁小姐姐的合照了，迪迦。给各位猜猜前面的建筑物是什么？聪明的你一定会猜车站，因为我当初也是猜车站。没错，它前身除了是车站外，但是它目前已经改建成中央市场了。哦，对了，路上很多当地民众都会搭乘这种滑板车，刷卡感应就可以开始骑了，这也算是另类的台湾之光吧。忘了让大家看一下食物的遗体了。李家当地的菜色跟塔林差不多风格，比较接近东欧的菜系。因为旅馆隔壁有间连锁的餐厅叫丽都，还蛮好吃的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天天都吃这间，选择性也蛮多的。有米饭类的食物啊，当然李家的麦当劳也通过了我的验证。下一集我将前往与台湾稍微有点关系的国家立陶宛，顺便带大家参观很壮观的十字架山哦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